你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手夺过大娘的扫帚，让她当众摔个狗啃泥。只因上一世的今天，你爹妈的抚恤金被大伯霸占，而你被赶出家门，活活冻死在街头。虽然现在你只有一床破棉被，但你心口的红色胎记却觉醒了灵泉空间。无论多干瘪的药材，只要浇上一滴神水，瞬间就能长成100年老参。即使全村都等着看你的笑话，你却早已悄悄在深山里挖出了金疙瘩。哗啦一声，一盆夹着冰碴子的脏水泼进屋里，全浇在赵卫东那双棉鞋上。冰冷的水珠子溅在裤腿上，冻得他打了个哆嗦。门外传来一声叫骂，说还搁这儿装死呢，赶紧收拾你那点破烂，给我滚蛋！赵卫东抬起头，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站在门口的是他大伯赵大山，这老东西穿着厚实的崭新军大衣，双手揣在袖筒里。赵大山正冲着他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，旁边站着大娘王翠萍，手里攥着个大扫帚，两手叉着腰，翻着白眼直哼哼，说就是白养了你这么个吃白饭的废物，欠了一屁股债还想赖在家里，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你赶出去，这房子得拿来抵债。赵卫东咬紧了牙关，拳头捏得咯咯直响。上辈子就是今天，他被这对黑心肝的伯父伯母赶出家门，那时候他年纪小，性子软，被赵大山一棍子打在头上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就这么被赶出去，差点冻死在街头。后来他才知道，根本没有什么欠债，全是赵大山编出来的鬼话，就是为了霸占他爹妈留下的这3间大瓦房，好给堂哥娶媳妇用。赵卫东冷笑一声，扶着墙慢慢站了起来，他拍了拍身上的冰碴子，眼神像狼一样死死盯着赵大山，说这是我爹妈盖的房子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爹的名字，就算要滚，也是你们一家子滚出去。赵大山被他这眼神盯得心里发毛，往后退了一步，紧接着又觉得丢了面子，扯着嗓子吼了起来，说小兔崽子，你反了天了，你爹死了，这房子就是老赵家的，老子是你大伯，老子说了算。王翠萍也跟着撒泼，挥着扫帚就往赵卫东身上招呼，说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这几年要不是我们一口饭一口水喂你，你早饿死了，现在还敢顶嘴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赵卫东一把抓住扫帚把子，用力一拽，王翠萍脚下一滑，直接摔了个狗啃泥，疼得嗷嗷直叫。赵卫东指着王翠萍的鼻子，声音大的整个院子都能听见，说我爹当年在矿上出了事，矿上赔了500块钱抚恤金，全进了你们的口袋，我爹买的飞鸽自行车，崭新的缝纫机，全被你们搬走了。他往前逼近一步，指着赵大山身上的军大衣，说你们天天吃白面条大肥肉，穿新棉袄，让我睡这漏风的柴房，顿顿吃咽不下去的糠饼子，你们管这叫喂我吃饭？你们这是在喝我的血！院子外头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村民，听见这话，大伙儿都开始凑在一块嘀咕，有人说大山这事儿干得确实不地道，连亲侄子的抚恤金都贪，又有人说可不是嘛，那3间大瓦房可是卫东他爹一砖一瓦垒起来的，现在大山想霸占，太黑心了。听着外头的议论声，赵大山的脸涨得通红，气得直咬牙，他转头抄起墙角的一根粗木棍，照着赵卫东的脑袋就砸了过去，骂道小兔崽子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木棍带着风声呼啸而下，赵卫东连躲都没躲，眼神一狠，抬起一脚直接踹在赵大山的肚子上。赵大山惨叫一声哎呦，整个人往后飞出去2米远，重重的摔在雪地里，捂着肚子半天爬不起来。王翠萍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嚎丧，喊道打人了，侄子打大伯了，没天理了啊！就在这时，院子外头传来一声大喝，喊道都给我住手！人群被推开，村长刘富贵背着手走了进来，他嘴里叼着个旱烟袋，吐出一口白烟，皱着眉头看了一圈。刘富贵是村里有名的老狐狸，他儿子刘大彪平时没少跟着赵大山的儿子混吃混喝，两家早就穿在了一条裤腿上。刘富贵走上前，装出个好人的样子，说卫东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再说大山也是你长辈，你动手打长辈，这要是报到乡里去。刘富贵威胁说这是要是报到乡里，卫东可是要进去蹲几年的。赵卫东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接话，他心里清楚，这老狐狸一撅屁股，赵卫东就知道这老狐狸肚子里憋着什么坏水。刘富贵见赵卫东不吭声，以为他怕了，磕了磕烟袋锅子继续说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你们两家闹成这样，这日子也没法过了，干脆分家。大山养了你这么些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3间瓦房就当是你孝敬他了，村西头那片青龙岭的荒山就分给你，以后你们两家各过各的，谁也别找谁的麻烦。这话一出，院子外头的村民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青龙岭那是个什么鬼地方？满山全是石头块子，连根草都长不出来，更别说现在是大冬天，大雪封山，上面连个挡风的屋子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破的漏雨的守林人窝棚，把赵卫东赶到那去，这不是逼着他去死吗？有人忍不住在人群里喊了一嗓子，说村长，这不公平吧？那青龙岭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卫东去了吃啥喝啥？刘富贵瞪了那人一眼，说你懂什么？那好歹是一整座山，地方大着呢，卫东年轻力壮的，自己去开荒种地，还能饿死不成？赵大山这时候也缓过劲来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肚子附和，说对，分家，必须分家，房子归我，青龙岭归他。赵卫东站在原地，看着这帮人丑恶的嘴脸，冷冷的笑了，这笑声在风雪里显得特别刺耳，听得刘富贵和赵大山心里直发毛。赵卫东大声说道，行啊，分家，声音没有一丝哆嗦。刚才那一会儿，他胸口那个水滴胎记越来越烫，甚至能感觉到有一股暖流顺着血管流遍全身，连外头呼啸的寒风都觉得没那么冷了。他断定这胎记绝对是个宝贝。青龙岭虽然荒，但没人管，地方偏僻，正好方便他研究自己身上的秘密。要是留在这村里，成天被这帮极品亲戚盯着，反倒施展不开。赵卫东死死盯着赵大山说，不过想让他走得有个条件。赵大山赶紧捂紧了口袋，说什么条件？你别想再从我这儿拿走1分钱。赵大山闻言赶紧捂紧了口袋。赵卫东指着刘富贵说，我1分钱都不要，村长在这儿坐着，你给我写一份断绝关系的字据，按上红手印，从今往后我赵卫东跟你们老赵家一刀两断，不管是死是活是富是穷，咱们两不相干，以后你老了病了死了，别指望我出面看一眼。赵大山一听心里乐开了花，他巴不得赶紧甩掉这个拖油瓶。赵大山连声答应说写，现在就写，村长麻烦你拿纸笔来。刘富贵也怕赵卫东反悔，赶紧从兜里掏出随身带的本子和笔，趴在院子里的石碾子上就写了起来。没多大功夫，2份字据写好了。赵大山迫不及待地咬破手指，重重地
按了个血手印。赵卫东接过字据看了一遍，确认没问题后，也按上了自己的手印。他把其中一份叠好，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。王翠萍见事情办妥，又恢复了那副嚣张的嘴脸，说：“行了，字据也签了，你赶紧滚吧。”王翠萍又恢复了那副嚣张的嘴脸。赵卫东没搭理他，转身走进那个四面漏风的柴房，屋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他走到墙角，捡起一把刀刃都卷了口的破斧头，这是他爹当年砍柴用的，也是这家里唯一属于他的东西。接着，他把床上那床硬的像铁板薄的透光的破棉被卷成一卷，用根草绳捆上，往肩膀上一扛，这就完了。这就是他在这个家里全部的家当。赵卫东大步走出柴房，站在院子中央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落下来，寒风刮在脸上，像刀子割一样疼。他转过头，死死盯着那3间宽敞结实的大瓦房红砖青瓦，那是他爹在矿上没日没夜干活，一口血一口汗换来的。他爹活泥他妈搬砖，硬生生把这房子盖了起来。赵卫东眼眶红了，鼻头一阵发酸，但他没掉眼泪，只是攥紧了手里的斧头，把脊梁骨挺得笔直。院子外头的村民全都安静下来，几个心软的大婶抹着眼泪，不忍心看这个没爹没娘的半大小伙子就这么走向死路。赵大山和王翠萍站在屋檐下，脸上挂着得意的笑。赵卫东收回目光，把肩膀上的破被卷往上掂了掂，他迎着漫天的大雪大步往院子外头走去，风刮得像刀子，大雪片子往下砸。赵卫东扛着被卷，踩着厚雪直奔青龙岭。这青龙岭是村里出了名的荒山，满山全是硬石头，连根像样的草都不长，冬天大雪封山野兔都不来，村里人白给都不要，可赵卫东没得挑，这就是他以后的命根子。他脚上的破棉鞋烂开了口，大脚趾露在外头，冻得没知觉。赵卫东咬着牙顶风往上爬，爬了1个多小时，摸到半山腰，扒开深草，露出个废弃的打猎窝棚。窝棚用几根破树干搭成，顶上盖着烂草，木门掉了一半，冷风夹着雪花直往里灌，屋里又阴又潮，满地烂草发霉，墙角还堆着野兽干粪。赵卫东把被卷往烂草堆上一扔，冻得牙齿直打架。这鬼天气不生火，非冻死不可。他搓搓手，拿起卷刃的破斧头去墙角劈烂木头，手冻僵了，握不住斧把，一斧头劈偏，咔嚓砍在石头上，震得他手腕发麻，虎口直接裂开大口子，血冒了出来。赵卫东嘶了一声，赵卫东赶紧去捂伤口，这一捂，满手的血全蹭到了脖子上挂着的黑石头上。这石头是他妈临死前留的，说是祖传物件，留个念想。他从小挂在脖子上没摘过，黑石头一沾血，变得像红炭一样烫。赵卫东还没反应过来，眼前爆开一团白光，他脑袋嗡的一声，天旋地转栽了下去。等再睁开眼，他直接傻在原地，冷风大雪全没了，破窝棚也没了。他站在一块1亩大小的黑土地上，踩着软绵绵的，头顶没太阳却亮堂堂的，空气透着清新，吸一口脑子都清醒了。黑土地正中间有口青石板砌成的古井，赵卫东用力掐了大腿一把，真疼，不是做梦。他脑子转得飞快，自己被赶出家门，这是老天爷塞了条通天大道啊！他咽了口唾沫，快步走到井边往下看，井不深，水面离井口就半条胳膊远，井水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，水面亮闪闪的，透着甜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赵卫东又冷又渴，嗓子干得冒烟，直接双手捧起井水大口往嘴里灌。水刚下肚，赵卫东就瞪大眼睛，水明明是凉的，进胃里却像喝了口热烧酒，一股热气在肚子里炸开，眨眼窜遍全身，冻僵的脚趾头热乎了，胳膊腿也活络了。更邪门的是，右手虎口那道流血的深口子传来一阵发麻的痒意，他眼看着伤口止住血，皮肉往中间收拢，没几分钟，那么深的口子居然结了层血痂，一点都不疼了。赵卫东喃喃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！”赵卫东攥紧拳头，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，肚子都不饿了。这井水简直是神仙水，光强身健体不够，这黑土地肥得流油，得看看能不能种东西。他心里刚想出去，眼前一花，冷风夹着雪花拍在脸上，又回到了破窝棚。赵卫东打了个哆嗦，赶紧去窝棚角落翻找，以前常有采药人在这歇脚，说不定能翻出种子。他摸黑在烂草底掏了半天，翻出几个破铁钉和一个烂布包，打开一看，滚出几个干巴巴黑乎乎的东西。他凑近一看，是野山参的炉头，这就是人参顶上长叶子的小疙瘩。采药人拿走之前的参体，没用的炉头就随手扔了，这玩意放了不知多少年，干得像树皮，捏着直掉渣，死透了。赵卫东抓起干炉头，心里默念进去，再一睁眼，他又站在了空间的黑土地上。他蹲下，用手在黑土里扒拉出个小坑，土松软的像海绵，还带着泥土香。他把干炉头埋进去，盖上土，接着跑到井边，双手捧满井水，走到坑边，全浇在埋炉头的地方。水一落地，瞬间渗进黑土里，泥泡都没冒一个。赵卫东双手撑膝盖蹲在旁边，大气不敢喘，死死盯着黑土。1分钟过去，2分钟过去，没动静。就在他以为死东西就不活时，浇了水的黑土微微往上拱了一下。赵卫东屏住呼吸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紧接着，干炉头硬生生顶开泥土，露出了头。原本干瘪发黑的炉头，这会儿像吸饱水的海绵，变得饱满发白，几条白嫩根须生出来，死死扎进黑土。啵的一声响，炉头顶端裂开小口子，一点绿油油的嫩芽直接钻了出来。嫩芽迎风渐长，一眨眼功夫就长成2片绿叶，茎秆也变得粗壮，一棵活生生的野山参苗就这么长在了黑土地上。赵卫东一屁股坐地上，双手死死抠进黑土里，活了！死透的东西浇了井水，居然活了，还长得这么快。有这块地和这口井，青龙岭满山的破烂全能变成真金白银。赵大山、王翠萍，你们等着，老子不仅饿不死，还要赚大钱打肿你们的脸。他慢慢转头看向黑土中间，赵卫东心脏狂跳，盯着那口井，咽了口唾沫。他没敢动那棵刚长出的人参苗，让他在黑土里继续扎根，心里一想退出了空间。窝棚外寒风呼啸，破木门嘎吱直响，赵卫东却一点不觉得冷，捧起刚带出的一把井水灌下一大口，
清凉顺着喉咙下肚，浑身乏气全消，心里一片火热。有这灵泉水，这荒山绝对是个聚宝盆。转眼到了开春，兴隆岭冰雪融化，满山雪水混着烂泥，一脚踩下去没过脚脖子。赵卫东没闲着，穿着快磨穿的破胶鞋，在山上深一脚浅一脚的转悠。兴隆岭在村里人眼里是个鸟不拉屎的废山，石头多土层薄，种庄稼根本不活。当初分家，大伯赵大山占尽好田，把这破山头塞给他，摆明想逼死他。可赵卫东现在看这山，那就是个大金矿。他拎着生锈破斧头，在后山老林子里寻摸好几天。东北最不缺死树，尤其是烂空心的柞木，最容易长菌子。东北老林子里，除了人参就属蘑菇值钱，猴头菇更是金贵。老乡上山要是碰见2个野生猴头菇，都能高兴好几天，换不少油盐钱。赵卫东打算在这上面做文章，他费死劲砍了10几节长着老旧菌丝的粗大朽木，用绳子绑着硬拖回窝棚后头，找个背阴的摆好。直接用灵泉水浇肯定不行，空间里的水太霸道，直接泼木头上要是长出满山大蘑菇，村里人看见非把他当妖怪绑了不可，得掺水。他找个破瓦罐，去半山腰溪沟打满普通山泉水，接着心里一想，从空间井里引出一小滴灵泉水滴进瓦罐，就一滴，多一点都不敢放。他折根树枝搅匀，含一大口水扑地喷在朽木上，水雾洒在黑树皮上，顺着缝隙渗进去。弄完这些，他在上头搭了个简易草棚子挡阳光和山风。接下来赵卫东每天早晚重复喷水，头3天一点动静没有，木头还是烂木头。他蹲在旁边抽旱烟，眉头拧成疙瘩。难道掺水太多灵泉水没劲了，还是外头比不上空间的黑土地？他好几次想再加1滴原水，最后死死忍住。种地最忌讳急，得稳住。这半个月他过得极苦，缸里最后一点棒子面早吃光了，每天只能挖点刚冒头的苦菜水煮，连粒盐都没有，嚼在嘴里又苦又涩，咽下去直拉嗓子。晚上饿得胃里冒酸水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可一看到草棚子，他就咬牙死挺。到了第5天早上，天刚亮，赵卫东打着哈欠掀开草帘子，猛地揉眼凑近看，发黑的树皮上竟冒出一层白花花的东西，是菌丝。密密麻麻的白菌丝像蜘蛛网一样顺着木头纹里蔓延，活了，真他娘的活了！赵卫东一拍大腿，乐得嘴咧到耳根。这下他来劲了，喷水喷得更勤快。到了第10天，白菌丝开始往一块聚，打成一个个小结。没过2天，小结顶破树皮，长出指甲盖大小的白疙瘩，像刚出锅的小馒头。赵卫东连觉都不睡了，晚上直接裹着破棉袄躺草棚外守着。这可是命根子，万一被野猪狍子拱了，他得拿刀跟畜生拼命。半个月就这么熬过去。这天清早，山里起大雾，赵卫东冻得直哆嗦，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木头。他一把掀开草帘子，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睛瞪得老大，眼前的景象简直亮瞎他的眼。10几根粗大柞木上密密麻麻全是猴头菇，一个个有成年人拳头大，圆滚滚胖乎乎挤在一起，连木头皮都看不见。最吓人的是品相，平时老乡采的野生猴头菇多少发黄，毛刺短，干巴巴的，可眼前这些白得发亮，没一点黄斑，上面那层肉刺又长又密，一根根往下垂，风一吹毛刺微晃，真像个活生生的小白猴子脑袋。赵卫东凑过去深吸一口气，一股浓烈的山野清香夹着鲜菌子味直冲脑门，闻一口浑身舒坦。发财了，这哪是蘑菇，分明是一堆金疙瘩。赵卫东手直发抖，强压着狂跳的心，跑回窝棚拿了把生锈小刀在石头上蹭快，又翻出个最大的竹背篓，背篓底子快漏了，他赶紧找绳子绑紧。猴头菇娇贵，毛刺一断或者压扁就卖不上价。赵卫东跑到旁边林子扯了一大堆干净干苔藓，摘了不少宽大树叶，回到木头前蹲下身开始动手，手指碰到毛茸茸的肉刺，软绵绵带着凉意，刀刃贴着树皮轻滑，吧嗒一声，一个硕大猴头菇落进手里，拿在手里一掂，沉甸甸的，这密度比普通野生猴头菇起码重1倍，切口白嫩，肉质紧实的像块肉。他在背篓底铺后苔藓垫上树叶，才把猴头菇平放进去，放满1层，再铺1层苔藓树叶隔开。他专门挑最大最白的割，个头小的留着继续长。干了整整1个钟头，大背篓装的冒尖，大概一掂量少说30斤。这年头，城里国营饭店收普通鲜猴头菇都能给1块多1斤，他这极品货色拿到省城绝对是抢手货，价格还能往上翻。有这笔钱，就能下山买大米白面、大肥肉片子饱餐一顿，还能买砖瓦拆了破窝棚，盖3大间亮堂大瓦房。赵大山、刘大彪，你们这帮看笑话的王八蛋，给老子睁大眼睛看着！赵卫东把最后一片宽树叶盖在背篓最上面，用草绳把口子扎紧防灰。他背起满筐猴头菇，天不亮就下了山。山路坑坑洼洼全是碎石头，他却走得飞快，一点不觉得累。背后那筐猴头菇少说有30斤，粗麻绳都勒进了肉里，但他心里火热，这可是灵泉水滋养出的极品好货。他连走带跑赶了3个钟头路，太阳升起时终于进了市里。这年头，市里最气派的除了百货大楼，就是国营饭店，红砖小2楼，玻璃窗擦得锃亮，门口停着几辆飞鸽自行车。赵卫东没走前门，熟门熟路绕到饭店后巷，刚走到后院掉漆的木门前，还没抬手敲门，院里就传出一阵震天响的叫骂。王大厨说这干的叫什么事？你看看你买回来的这些破烂玩意儿！紧接着咣当一声，铁盆重重砸在水泥地上，吓得树上的麻雀全飞了。赵卫东往里探头一看，院里站着几个人，气氛僵得很。一个戴白高帽、系白围裙的胖子，正指着地上一堆干瘪蘑菇跳脚大骂。胖子满脸横肉，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一看就是后厨掌勺大厨。对面站着个穿蓝布工作服的中年男人，手里攥着记账本，急得满头大汗。这人是饭店采购员李保国。李保国说：“王大厨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。”抬袖子不停擦汗，腰都快弯到地上了。说：“真不是我偷懒，这都快1个月没下透雨了，山里干货少得可怜。我昨天骑自行车跑了3个公社，嘴皮子都磨破了，就收上来这么点，这已经是能找到最好的了。”王大厨怒到最好个屁，一脚把地上的干蘑菇踢飞，说：“干得像树皮，小的像老鼠屎，你让我拿这个去糊弄省里来的领导？今天中午可是大接待，经理千叮咛万
万嘱咐，必须有一道镇得住场子的野味山珍。王大厨说：“你现在给我弄一堆老鼠屎回来，你想害死我啊？”李保国苦着脸，声音带着哭腔问：“那您说咋办？现在去哪边山珍出来？要不咱们换个菜？”王大厨说：“换菜。”菜单早就报上去了，领导点名要吃咱们这儿的特色。王大厨急得原地直转圈，告诉李保国：“今天中午要是没拿得出手的山珍，这顿饭砸了，咱俩明天一起去扫大街。”旁边几个帮厨和小徒弟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低着头装木头人。赵卫东看准时机跨过门槛，背上的大竹筐发出一声沉闷的嘎吱响。赵卫东说：“要镇得住场子的山珍，我这有。”他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院子里特别响亮。院里人齐刷刷转头盯着他，只见门口站着个穿补丁旧衣的年轻人，裤腿卷到小腿肚，脚上破布鞋磨出了洞，身上还沾着草籽泥巴，一看就是乡下来的。一个年轻帮厨立马皱眉，上前挥手赶人，说：“去，哪来的乡下盲流？没看见我们正烦着吗？今天不收散户的破烂。”帮厨说了声赶紧走。赵卫东没动，肩膀用力一顶，拖了拖背筐。他没搭理帮厨，眼睛直勾勾盯着李保国和王大厨。赵卫东说：“你们不是急着要好货救命吗？我要是走出这扇门，你们今天中午可就真得去扫大街了。”王大厨正在气头上，一听这话火更大了。王大厨怒道：“嘿，你个毛头小子，好大的口气！”王大厨瞪着眼走过来。王大厨问：“你知道我们今天接待的是什么级别的领导吗？”王大厨说：“我们需要的是极品猴头菇，是能上大席的好东西。”王大厨说：“你以为随便在山沟里挖几根野草，采2朵毒蘑菇，王大厨说就能来这儿冲大头蒜？”李保国也叹口气，摆摆手说：“小兄弟，别跟着添乱了。”李保国说：“你那点山货还是拿去自由市场卖吧。”李保国说：“我们这儿今天只要顶级的尖货，一般货色根本上不了台面。”赵卫东懒得废话，好东西自己会说话。他双手抓着背带，身子一矮，把沉甸甸的大竹筐稳稳放在地上，发出一声砰的闷响。李保国常年干采购，耳朵灵得很，一听这动静心里一跳，好家伙，这筐里东西分量不轻，绝对不是干巴枯叶子。赵卫东蹲下身，伸手去解筐口绑死的粗草绳，那个帮厨还在旁边撇嘴嘀咕说装模作样的。帮厨说：“我倒要看看你能拿出什么仙丹来。”草绳解开，赵卫东一把掀开上面盖着的大宽树叶，赵卫东又扒开底下垫着的是青苔，青苔刚掀开，一股浓烈奇异的鲜香直接从竹筐里窜了出来，那味道太霸道了，就像刚下过暴雨的老林子里最干净的草木香，还夹着一股闻了直咽口水的鲜甜，整个院子瞬间全被这股香味占满了。王大厨原本还一脸瞧不上，鼻子用力一抽，整个人当场僵住，骂人的话全卡在嗓子眼。李保国更是脖子伸得老长，死死盯着竹筐。早晨的阳光正好打在竹筐里，只见绿油油的青苔垫子上，整整齐齐码着一个个雪白胖乎的猴头菇，太大了，每一个都有成年男人拳头大，有的甚至赶上小孩碗。最绝的是那品相，上面的肉刺一根根完好无损，毛茸茸挺立着，白净发亮，还挂着晨露，没有一点泥巴，没有一个虫眼，连一点磕碰都没有，就像一筐刚叼出来的白玉疙瘩。院子里一下静得没声了，刚才还叫着赶人的帮厨，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，手里抹布啪嗒掉在地上。王大厨惊到这他娘的是！王大厨眼珠子都快瞪掉下来了，胖身子猛地往前一窜，直接扑到竹筐跟前。他蹲在地上，伸出2只胖手，10根手指头都在抖，想摸又不敢摸，生怕粗糙的手把那完美的白毛碰坏了。王大厨声音抖得厉害，说：“我的老天爷啊，我颠勺20年！”王大厨说：“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鲜的猴头菇，看看这肉质，看看这颜色。”王大厨说：“这哪是蘑菇，简直是宝贝啊！”李保国一把推开挡路的帮厨，红着眼冲过来，他小心翼翼捧起一个最大的猴头菇，刚一入手，手往下一沉，他立马倒吸一口凉气。李保国激动的声音都劈叉了：“沉，太沉了！一般的鲜猴头菇轻飘飘的，一捏一包水，这个怎么这么压手？全是实打实的肉啊！小兄弟，你这是从哪弄下来的？”赵卫东站直身子，拍拍手上的泥，一脸淡定没出声。青龙岭深处，天没亮就采下来的，露水都在上面，一路用青苔隔着，没挤着也没压着。他低头看着蹲在地上的王大厨，笑了笑：“大厨，这玩意儿能给你镇场子不？镇场子？这他娘的能把天王老子都镇住！”王大厨激动的一巴掌拍在大腿上，啪的一响，他蹭的站起来，一把揪住李保国衣领，口水都喷到了他脸上：“老李，买下来，马上给我全买下来，一个都不许剩！这筐东西要是让他拿去省城招待所，咱俩今天就蒸完了。”李保国哪还用他提醒，干了多年采购，眼睛毒得很，这筐猴头菇绝对是极品。今天这菜端上桌，领导一高兴，他绝对能记大功。这哪是蘑菇，分明是升职加薪的垫脚石。李保国现在看赵卫东的眼神，简直像看亲爹一样热乎，刚才的嫌弃早没影了。他搓着手，激动得满脸通红，连价钱都不问，生怕赵卫东反悔。李保国一把抓过猴头菇，全要了。有这好东西，你怎么不早拿来？李保国又冲到后厨台秤前往上一放，秤砣一拨，秤杆高高翘起，5斤，整整5斤。李保国盯着秤杆，扯着嗓子喊。他猛地转身，脸憋得通红，看赵卫东就像看财神爷。兄弟，你今天算是救了老哥哥的命了，我也不跟你来虚的。这极品野生猴头菇，平时供销社收也就30-40块一斤，但你这批货新鲜，没磕碰，又是旧厂的，我给你算最高价，60块一斤，5斤，整整300块，行不行？赵卫东没犹豫，干脆点头，成。李保国生怕他反悔，赶紧从军大衣内兜掏出个厚布包，层层打开，全是崭新的钞票。他沾着唾沫，飞快数出30张10块钱的纸币，整整300块。兄弟，拿好，以后山里再弄到好东西，千万别去别家，直接往我这送。李保国把钱塞进赵卫东手里，用力拍了拍他的手背。赵卫东捏着手里厚厚一沓钱，这年头，城里正式工人累死累活干1个月也就30来块，他这一早上直接赚了普通工人1年的工资。他没当面点，把钱对折往贴身内兜一塞按平。行，有货我再来。赵卫东摆摆手，转身走出国营饭店。外头太阳升起来了，县城街道上全赶着去上班的人。赵卫东没瞎晃悠，直奔县供销社。青龙岭荒山大，光靠买
满山找菌子长久不了，他手里有灵泉空间，必须得把大棚搭起来搞种植。赵卫东进了供销社，径直走到农资柜台前，敲了敲玻璃台面：“同志，买点东西。”女售货员低头织毛衣，眼皮都没抬：“买啥？带票没？买塑料薄膜，搭大棚用的厚膜。”赵卫东说。女售货员停下毛线针，上下打量他那件打着补丁的旧棉袄，撇了撇嘴：“大棚膜那玩意儿金贵得很，我们这就剩一整卷了，不零检，一买就得买一卷，80块钱。你有那么多钱吗？”赵卫东没吭声，伸手进内兜掏出那沓还没捂热的钱，他抽出10张，往玻璃柜台上一拍，啪的一声响，10张崭新的大票子红艳艳的，晃得人眼晕。女售货员眼睛瞬间瞪圆，毛线针吧嗒掉桌上，她立马站直，脸上不耐烦全没了，堆起一脸笑。女售货员说：“哎呦，同志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后头库房给您搬。”没2分钟，他就呼哧呼哧从库房拖出一大卷透明厚膜。赵卫东上手一摸，厚度和韧性都够用。售货员热情招呼说：“还要啥？您随便挑。”赵卫东说：“一把大斧头，一把锯子，5斤洋钉，再来1捆铁丝。搭大棚得砍树做骨架，工具全得备齐。”买完农资，他又去了粮油肉类柜台。赵卫东说：“50斤白面，50斤大米，再搁5斤五花肉，要肥膘最厚的那种。”一通买下来，大包小包堆成山，300块花去大半。赵卫东眼都没眨一下，舍不得花钱哪来大回报？东西太多，靠人背不回去。他走到外头十字路口，花钱雇了隔壁村老王头的牛车，2人把东西搬上车，用破帆布盖得严实。老王头甩起鞭子喊了声价，老黄牛拉着满车东西往青龙岭走。牛车晃晃悠悠到村口时，正赶上大中午。村口大榆树底下蹲着10几个端饭碗的村民，正啃着粗粮窝窝头就咸菜。老黄牛脖子上的铃铛一响，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引了过去。村民说：“哟，那车上坐着的不是赵家那小子卫东吗？”村民说：“还真是他，前2天刚被他大伯赶出门，分了那座鸟不拉屎的青龙岭，我还以为他早饿死在山上了。”人群里，赵卫东的大伯赵大海正端着海碗喝稀粥，一听这名字，他立马放下碗，抹了把嘴，挤到最前面。3天前，就是他做主把赵卫东一家扫地出门，家里好水田，大瓦房全被他占了，就扔给赵卫东一座全是石头杂草的荒山。赵大海看着牛车上的破帆布，心里冷笑，这小子肯定受不了苦，跑县城捡破烂了，车上指不定装的啥破烂。赵大海走到路中间，张开双臂拦住牛车，喊了声停停停。老王头赶紧拉住牛绳停车，赵大海把手背在身后，仰着下巴满脸看戏的笑。赵大海说：“卫东啊，大伯早跟你说过，那青龙岭就是个绝户山，你非不听，怎么着，在山上连树皮都啃光了吧？这是去城里讨饭回来了。”赵大海故意扯着大嗓门，生怕别人听不见，我可把丑话亮在前头，既然分了家，你就是饿死也别想上我家门讨一口棒子面，咱们2家现在井水不犯河水。周围村民听了纷纷嘀咕，村民说：“大海这话难听也是实话，那荒山能刨出啥？卫东也是个倔脾气，服个软说不定还能讨口饭，现在好了，只能雇牛车拉破烂。”听着大伙议论，赵大海笑得更得意了，他敲了敲牛车木板，撇着嘴说：“还雇牛车？你小子欠的车钱，别指望我替你还。”赵卫东坐在车上看着赵大海那副嘴脸，连句废话都懒得说，他直接站起身，一把抓住盖在东西上的破帆布，用力往后一掀，哗啦一声，帆布扯落，满车的东西全露在太阳底下，全场瞬间安静。刚才还嚼舌根的村民全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，一点声都没了。所有人死死盯着牛车，那是一大袋子白面，旁边是满麻袋精白米，最要命的是挂在木架子上的那条五花肉，足足5斤重，白花花的肥膘有3指厚，在太阳底下直泛油光。这年头，谁家一年到头能吃上这么厚的大肥肉？旁边还放着崭新的大斧头、大锯子，钢口亮的照人。一个村民手里的窝窝头掉在地上，他说那是精白米和白面，还有那么大块肥肉。他问这得花多少钱啊？他说把咱村长家底掏空也买不起这么多好东西啊。赵大海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他瞪大眼睛死死盯着那块肥肉，喉咙里直咽唾沫，紧接着他脸色由红转白，又由白转青。赵大海指着赵卫东，手指头直哆嗦，问他小子上哪偷的？他说被抓到了，可是要拉去处决的，你可别连累我们老赵家。赵卫东冷笑一声，跳下车拍了拍灰。赵卫东说：“偷，大伯，你这眼睛要是不用，干脆捐了得了。”他伸手进怀里，一把掏出剩下的那沓钱，他拿着那厚厚一沓钞票，在左手掌心用力拍了2下，纸币拍得震天响，狠狠砸在每个村民心口上。赵卫东说：“看清楚了，这是我今早在青龙岭采了山货，卖给国营饭店换回来的现钞，一趟就赚了300块。”赵卫东盯着赵大海，声音响彻村口。赵卫东说：“大伯，你费这么大劲把我赶去青龙岭，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。”他说：“你当那是绝户山，在我眼里那就是座金山。”赵大海被噎得一句话说不出，脸涨得像个紫茄子。他死死盯着赵卫东手里那沓红票子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他咬着牙强撑脸面，扯出个难看的笑，说：“装什么大尾巴狼？”他说：“不就是运气好碰上点野蘑菇吗？你以为天天能捡到？”他说：“买这些破铜烂铁顶个屁用。”赵卫东压根没搭理他，转身走到牛车后头，把压在最底下的一大卷透明厚膜扯了出来。阳光一照，塑料薄膜反着光亮堂堂的。这年头大棚用的农用膜可是稀罕物，只有县里最富裕的生产队才买得起，一卷就得大几十块。赵大海种了一辈子地，哪会认不出这东西？他看着那卷崭新的塑料薄膜，笑容死死僵在脸上。接下来的大半个月，山上热闹得很。他手里攥着卖猴头菇换来的几百块现钞，干活底气十足，花钱绝不手软。他跑去镇上砖窑厂，大把红票子拍在桌上，订了一大批好红砖，又花高价买好烟好菜，请来10里8乡手艺最好的泥瓦匠。没出20天，3间大红砖瓦房就在半山腰盖起来了。红砖青瓦，大玻璃窗，配上厚实的实木大门，这可是全村第一座全砖瓦房，比村长家那半土半砖的破院子气派10倍。房子盖好，大棚也没落下，
他砍了山上的毛竹做骨架，把厚实的塑料薄膜严严实实蒙上去，四周用黄泥巴压死，一条缝都不漏。大棚里头一排排木架上摆满了接种好的军段。每天半夜，赵卫东就从空间引出灵泉水，兑进2大木桶。赵卫东拿瓢挨个给菌子浇上灵泉水，这灵泉水就是催长剂，一浇下去，菌子疯了一样往外冒，个头比野生的足足大1圈，肉厚鲜香。靠着这些极品大菌子，赵卫东隔3差5往城里跑。国营饭店采购员李保国，现在看他就像看财神爷，每次都给最高价，当场点清现钞不拖欠。赵卫东腰包越来越鼓，天天大米白面变着花样吃，日子过得红透了。这天中午，新房上梁，赵卫东特意去供销社买了2挂1万响的大红鞭炮，挑在长竹竿上挂房梁上，放了个震天响。鞭炮声顺风飘下山，全村听得一清二楚。村民们全跑到院子里往山上望，眼珠子都看直了，满脸羡慕。可有人听着这动静，心里却像吞了死苍蝇。村口小卖部门口，村长儿子刘大彪正蹲在石滚子上喝闷酒，面前摆着一碟花生米和半瓶散装白酒。刘大彪是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，仗着他爹是村长，平时在村里横着走。以前赵卫东在赵家当牛做马时，他没少拿赵卫东寻开心，动不动就踹2脚。现在听着山上的鞭炮声，刘大彪把酒杯重重磕在水泥台上，酒水溅了一地。刘大彪3脚眼一瞪，往地上吐了口浓痰，骂到一个连爹妈都没有的绝户头，被亲大伯扫地出门的丧家犬，还真他娘的抖起来了。盖红砖房，他配吗？旁边蹲着的2个狗腿子王麻子和瘦猴赶紧凑上来。王麻子抓把花生米塞嘴里，边嚼边拱火说：“彪哥，你还别说，这赵卫东最近真邪门了。我听村里人说，他大棚里种的蘑菇，城里国营饭店抢着要，一斤能卖好几块钱。他拉一趟下山，赚的比咱们全村1年地里刨食赚的都多。”瘦猴也跟着直撇嘴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，说：“可不是，前天我瞅见他去镇上割肉，直接要了5斤上好五花肉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彪哥，咱这青龙岭可是集体的地盘，凭啥好处全让他一个人占了？他顿顿吃肉，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，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？”刘大彪一听，心里的邪火蹭的冒到头顶。他爹是村长，村里一草一木他早当成自家的了。青龙岭以前是破荒山没人去，现在竟成了生金蛋的聚宝盆，他怎么忍得下这口气？刘大彪一把抓起酒瓶，仰头咕咚咕咚灌了2大口，抹了把嘴，眼露凶光。刘大彪咬着牙，脸上的横肉直跳，说想一个人独吞，他做梦，老子今天非得给他放点血不可。王麻子凑近问彪哥，你打算咋办？刘大彪冷笑一声，压低声音凑过去说，他不是靠那破大棚发财吗？今晚咱们就去给他连窝端了。瘦猴，你带上麻袋，把里头值钱的菌子全抢光。王麻子，你拿上铁锹，把大棚架子全给我砸个稀巴烂，我看他明天拿什么去卖钱。王麻子一听大半夜去砸东西抢劫，心里直打鼓，问彪哥，这要是被抓住了，可是要蹲进去的啊。赵卫东那小子现在硬气得很，万一他跟咱们拼命咋办？刘大彪一巴掌拍在王麻子后脑勺上，骂道：“瞧你那点出息！”打得他一缩脖子，说：“大半夜黑灯瞎火，谁能看见是咱们干的？就算他看见了又咋样？老子手里有刀，他要是敢出来拦，老子直接给他放血。在这村里，老子就是天，他敢去报案。”当天夜里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初冬的冷风呼呼刮，吹在脸上生疼。刘大彪、王麻子和瘦猴3人在村后歪脖子树下碰了头。刘大彪手里紧攥着一把劈柴用的后背大柴刀，刀刃下午刚磨过，在黑夜里直泛白光，看着就瘆人。王麻子扛着长柄铁锹，瘦猴腰里别着4、5条装粮食的大麻袋。刘大彪压低嗓门喘着粗气，说：“都给我精神点，上山脚步放轻点，别踩断树枝弄出响声。到了地方，瘦猴你动作快点，专挑大的菌子装。王麻子，你听我招呼，我一喊动手，你就往死里砸那个塑料棚，砸烂了算我的。”瘦猴冻得直哆嗦，可一想马上能抢到换大钱的菌子，两眼直放光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彪哥放心，我手脚麻利着呢，保证连个菌子根都不给他留。”刘大彪举起柴刀在半空用力一挥，满脸凶相，说：“今晚谁要是敢掉链子，老子先拿刀劈了他。”走，3人借着夜色钻进通往青龙岭的羊肠小路，山路难走，黑灯瞎火的，3人深一脚浅一脚往上爬，被冷风吹得鼻涕直流，好几次差点摔进沟里。王麻子缩着脖子，冻得牙直打架，说：“彪哥，这天真他娘的冷啊！”刘大彪低声骂了一句，说：“少废话，等干完这一票，把菌子卖了，咱们明天就去镇上下馆子，点个红烧肉，要2瓶好酒，让你吃个够。”步子迈得更大了，他满脑子都是赵卫东那气派的红砖房和厚厚的钞票，极度的眼珠子发红，根本不觉得冷，只想赶紧冲上去把赵卫东的一切全毁了。在冷风里爬了大半小时，3人终于摸到半山腰平地边缘，他们赶紧蹲下，躲在大树后面探出脑袋往前瞅，借着星光，3间崭新的红砖瓦房立在前面，看着就惹人眼红。房子后头就是那个大棚，厚实的塑料薄膜在夜里鼓鼓囊囊的，里头装的全是能换钱的金疙瘩。盯着大棚，刘大彪眼珠子立马红了，喘气跟拉风箱似的，他死死攥紧柴刀，手心全是汗，转头冲王麻子和瘦猴使了个眼色，狠狠一点头。3人猫着腰攥着家伙直奔大棚摸了过去。刘大彪死盯着前面白花花的大棚，王麻子缩在树后面，冻得直哆嗦，手里拎着木棍，腿肚子直打转，问：“真要干啊？”刘大彪压低声音骂道：“说来都来了，还能空着手回去？”回头狠瞪他一眼，说：“瞧你那点出息，赵卫东现在肯定在红砖房里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怕个球！”瘦猴搓着冻僵的手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就是，彪哥说的对，咱们把大棚划烂，把里面的金疙瘩全弄走，明天就去镇上吃香喝辣。”刘大彪攥紧柴刀，猫着腰从树后钻出来，摆手招呼跟紧点，脚步放轻。3人贴着地面，像偷鸡的黄鼠狼一样往大棚那边摸。他们根本不知道
赵卫东这会儿正裹着军大衣，盘腿坐在新盖的红砖房平顶上，他端着搪瓷缸子喝了口热水，吐掉茶叶沫子，冷眼看着下面3个撅着屁股挪动的黑影。赵卫东扯起嘴角冷笑说：“还真敢来！他早猜到刘大彪这帮混混会眼红来搞破坏，今晚压根没打算睡。”大棚四周的草丛里，离地半尺高的地方，他提前拉满了一圈细铁丝，铁丝上隔几步就挂着装小石子的空罐头盒，只要脚底下一绊，这圈土警报器立马响成一片。赵卫东放下杯子，左手摸起一面破铜锣，右手攥紧绑红布的木棒锤。下面，刘大彪3人摸到了大棚跟前，盯着厚实的塑料薄膜。刘大彪两眼冒绿光，咬牙低吼一声说：“动手！”他跨出一大步，高举柴刀对准塑料膜狠狠劈下，脚刚落地，脚腕猛地被细线一绊，刘大彪身子一歪，柴刀直接劈偏砍在木头桩上，震得虎口发麻。没等他站稳，四周猛地炸开刺耳的响声，10几个铁罐头和同时狂晃，石子撞铁皮的声音在黑夜里跟炸雷一样。王麻子吓得怪叫说：“啥动静？”木棍掉在地上，瘦猴浑身一哆嗦，吓得连退2步。刘大彪头皮发麻，刚想转身跑，一道刺眼的白光从头顶直射下来，正正打在刘大彪脸上。5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强光晃得他睁不开眼，只能捂住脸。紧接着，哐的一声巨响，震耳的锣声在半山腰炸开。赵卫东站在房顶上，手电筒死死咬住下面3人的身影，棒槌狠砸铜锣，破锣敲得震天响。赵卫东扯开嗓门冲山下村子大吼：“抓贼啊！青龙岭进贼了！有人搞破坏，有人偷东西了，都起来抓贼啊！”吼声伴着锣声，顺着夜风直接飘进山下的村子。刘大彪3人彻底傻眼，刘大彪连柴刀都不要了，转头就跑，说：“跑，快跑！”王麻子腿软得像面条，扑通摔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喊：“彪哥，等等我啊，彪哥！”瘦猴一把扯住王麻子后衣领，拽着他往树林钻，说：“等个屁！再不跑等死啊！”赵卫东看着下面乱窜的3人，冷哼一声，手电筒往旁边一放，抓起准备好的半块砖头，照着刘大彪逃跑的方向狠砸过去。砖头砸在刘大彪脚边冻土上，泥点子溅了他一裤腿。刘大彪吓得一蹦3尺高，说：“哎呦卧槽！”脚下打滑扑倒在地，啃了一嘴泥。赵卫东大喝一声：“往哪跑？今天谁也别想走！”顺着梯子3两步窜下房顶，他一手拿手电筒，一手拎出木棍，大步追了上去。这时候，山下村子全被惊动了，村东头的大黄狗带头狂叫，紧接着全村的狗都跟着叫唤。煤油灯和手电筒的光接连亮起，有人问咋回事，谁在敲锣？另一个人说好像是半山腰传来的，卫东喊抓贼呢。又有人喊快快快，抄家伙上山，别是遇到土匪了。山下传来村民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声，刘大彪听得脸都白了，要是被全村人堵住人赃并获，绝对得进去蹲几年。刘大彪吐掉嘴里的泥，爬起来说：“不能走大路，大路上全是人。”他指着大棚侧面的荒草坡喊：“往那边跑，钻草棵子。”大棚侧面全是半人高的枯草和灌木丛，连条路都没有。但3人顾不上那么多，一头扎进荒草坡，带刺的灌木把他们的脸和手划出一道道血印，棉袄扯破好几个口子，他们根本顾不上疼，拼命往前挤。赵卫东停在大棚边上，没往草坡里追，他拿手电筒扫着草丛里拼命挣扎的3个人影，嘴角直翘。赵卫东低声嘀咕：“跑吧，使劲跑！那片荒草坡他太熟了，前几天盖大棚防野猪，他专门在草坡的必经之路上挖了3个2米多深的大旱坑，四周的土拍得溜滑，大半夜掉进去神仙也爬不上来。刚才扔砖头就是为了逼他们偏离路线，把人往荒草坡赶。现在这3头蠢猪全按他的计划钻进了死胡同。草坡里，刘大彪还在前面开路。刘大彪回头催促说：“快点，别磨蹭！”手电筒的光照过来了，脚下拼命往前迈，周围太黑草又高，他全凭感觉往前冲。就在他回过头，脚下用力一蹬，准备跨过杂草时，猛地脚下一空，刘大彪发出一声惨叫：“哎呦卧槽！”整个人直挺挺栽了下去。跟在后面的王麻子和瘦猴跑得太急，刹不住车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脚下也是一空。刘大彪3人直接掉进了捕兽旱坑里啊！救命！哎呦，我的腿啊！大彪哥，你压着我腰了！3米多深的大旱坑里，刘大彪、王麻子和瘦猴滚成一团，疼得直叫唤。坑壁全是滑溜溜的黄泥，3人扒拉了半天，3人指甲都劈了也爬不上来。赵卫东走到坑边，手电筒的光直接打在3人脸上，晃得他们直闭眼。刘大彪捂着断胳膊，扯着嗓子嚎，说：“赵卫东，你他娘的敢阴老子，赶紧找绳子把我拉上去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”赵卫东没搭腔。山底下10几道手电筒的光正往上晃，刘大彪刚才那一嗓子把山下的村民全吵醒了。没一会儿，几十个村民举着火把和手电筒涌上青龙岭。有人问咋回事啊？另一个人问卫东，大半夜的谁在叫唤？大家围过来拿手电筒往坑里一照，人群立马炸了锅。有人说了声哎呦，这不是村长家的大彪吗？还有王麻子和瘦猴，这大半夜的，他们跑卫东的大棚这干啥来着？有人喊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村长刘富贵披着灰布褂子，鞋带都没系，满头大汗挤进人群。他低头往坑里一看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喊大彪，你咋掉坑里了？刘大彪一看救星来了，喊得比杀猪还响，说爹，快救我，我腿折了。刘富贵脸直抽抽，指着赵卫东鼻子骂，说赵卫东，你安的什么心，在自家地里挖这么大坑，你想害死人啊？赶紧拿绳子把我儿子拉上来！赵卫东偏头躲开他的手，冷笑一声，他转身走到大棚边，拎起2个铁皮桶，咣当一声扔在刘富贵脚下，一股刺鼻的汽油味立马散开。赵卫东指着汽油桶说：“村长，你看清楚了，大半夜3个人拎着2桶汽油摸到我大棚边上，这是想干啥？这是想烧死我！”赵卫东说：“他们还想烧了我的大棚。”村民们一听，吓得全往后退了一大步。大半夜放火，这可是要命的事。刘富贵脸色一白，心里把刘大彪骂了个底朝天。他咽了口唾沫，硬挤出个笑脸说：“卫东啊，这肯定是误会。大彪估计是想去后山打野猪迷路了，这样你把他拉上来，大棚坏了哪里输赔你钱，100块，行不行？”赵卫东眼皮都没抬，说了声不卖。刘富贵咬着牙喊200，外加村东头那2亩好地。卫东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别把事做绝。赵卫东脸色一沉，说了声少跟我套近乎，转头看向人群里的年轻小伙，说：“二柱子，你
跑得快，去镇上派出所报案，就说有人半夜拎着汽油来杀人放火，被我抓住了。二柱子刚要点头，刘富贵急眼了，大吼着招呼身边的几个本家亲戚，说去找绳子，先把大彪拉上来再说。几个壮汉挽起袖子就要往坑边凑，赵卫东一把抄起旁边的平头铁锹，双手握紧，狠狠往地上一砸，当的一声闷响，铁锹刃直接切进硬土里，直冒火星子。赵卫东横跨一步挡在坑边，冷冷扫过那几个壮汉，他说：“今天谁敢动这坑里的人，我这铁锹就拍碎谁的脑袋。”几个壮汉被他一盯，后背直冒凉风，脚步全定在原地，谁也不敢往前迈一步。大家都知道赵卫东是个光脚不怕穿鞋的，真逼急了绝对敢下死手。刘富贵气得直哆嗦，指着赵卫东半天说不出话。二柱子趁着这功夫，撒丫子就往山下跑。不到1个钟头，2个穿着制服的同志打着手电上了山。带队的同志看了一眼地上的汽油桶，闻了闻味，脸色一沉，问这谁带上来的？赵卫东说：“报告同志，坑里那3个。”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赵卫东把地上的火柴也交了上去，人证物证全在。坑里的刘大彪还在那嚷嚷着要弄死赵卫东，直接把事给做实了。带队同志找来绳子，把坑里3人拽了上来。刘大彪刚一露头，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就套在了手腕上。带队同志喝了一声走，让他回去交代清楚。刘大彪这下彻底慌了，腿一软跪在地上喊爹救他，说他不想进去蹲几年。刘富贵脸色惨白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他知道儿子这回算是彻底栽了。村民们看着刘大彪3人被押走，再看赵卫东的眼神全变了，连村长儿子都敢直接送进去，这小子是个狠角色。几个平时爱偷鸡摸狗的街溜子吓得缩着脖子就溜，以后再也不敢往大棚这边凑。人群散开，赵卫东把大棚周围收拾好，回到窝棚插上门栓，他意念一动，整个人凭空消失，直接进了灵泉空间。空间里灵泉水面上飘着一层白雾。赵卫东走到泉水边的黑土地前，前几天他在这埋了一棵快死的人参苗，现在这棵人参的叶子绿得滴油，茎杆粗壮。他拿起葫芦瓢舀了瓢灵泉水，顺着根部浇下去，水一挨着土就渗了进去，人参的叶片立马变宽，顶端直接开出了小白花。赵卫东蹲下身扒开土，一截粗壮的餐体露了出来，他用双手一点点把周围的土抠松，生怕弄断须子。折腾了半个多小时，一整颗人参完完整整被挖了出来。赵卫东捧着人参直瞪眼，这人参有小孩胳膊那么粗，炉头长长的，一圈圈的纹路特别清楚，身须又长又结实，上面全是小疙瘩。赵卫东心里直跳，说这长相，这纹路绝对有50年份了。50年份的老山参是能救命的宝贝，放在县城药店撑死卖几百块，想卖大价钱必须去省城。省城有大药房，懂行的人多，有钱人也多。赵卫东没耽搁，找了块干净的红布把人参包好，用红线绑好身须，拿树皮包严实，直接坐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。绿皮火车哐当响了一路，车厢里全是汗烟和汗酸味。赵卫东坐在硬座上，双手死死抱着破帆布包，熬了1天1夜，火车终于到省城。赵卫东挤出车站，省城马路宽的能并排跑4辆大卡车，满大街都是骑228大杠的。他没心思看景，问了路，直奔省城最大的中药铺同仁堂。普通小药店吃不下他包里的宝贝，只有这种大字号才出得起价。走半个多小时，赵卫东停在一座3层小楼前，黑底金字的同仁堂招牌挂在正中，还没进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。大堂里人挤人，排了好几条长龙。赵卫东没排队，直接走到最里头药材收购的柜台。柜台后坐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伙计，正翘着2郎腿嗑瓜子。赵卫东敲敲玻璃台面问伙计：“同志，你们这收药材不？”伙计眼皮都没抬，吐掉瓜子皮，瞅了眼赵卫东脚上的黄胶鞋和洗发白的旧褂子，撇了撇嘴。伙计说：“收是收，但我们同仁堂只收名贵药材。你要是卖什么柴胡、金银花，出门左拐去供销社，我们这不收那种大陆货。”赵卫东没生气，手按在帆布包上压低声音说：“他手里有颗老山参，野生的，年份不低，你做不了主，把你们掌柜叫出来。”伙计扑哧乐了。伙计说：“老山参，就你？”他满脸不信，天天都有乡下人拿个大萝卜跑来冲山餐。去，别在这捣乱，掌柜的正招待贵客呢，没空搭理你。赵卫东眉头一皱，刚要说话，旁边传来一阵大笑。南方药商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孙掌柜，你这伙计说话挺逗啊。”赵卫东转头一看，旁边红木桌旁坐着2人，一个是60多岁的老头，穿一身中山装，戴着老花镜，看着挺有学问，这应该就是孙掌柜；另一个是40来岁的中年男人，梳大背头，穿西装，手腕戴着亮闪闪的梅花牌手表，一看就是南方来的大老板。南方药商端着茶杯，斜眼看着赵卫东，满脸嫌弃。南方药商说：“孙掌柜，你们北方这地方真是什么人都有，随便从山上挖根草根，就敢跑来同仁堂冒充老山参，这种土包子我见多了，想钱想疯了。”南方药商指着桌上打开的锦盒，神气地说：“孙掌柜，你还是看看我这批长白山的货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零下参，足足15年份，长得好，炉头也漂亮。要不是看在咱们合作多年的份上，这货我早拉到广州卖高价去了。”孙掌柜推推老花镜，拿放大镜仔细看锦盒里的人参，点了点头。孙掌柜说：“陈老板，你这餐确实不错，15年份的零下参，现在市面上也不多见了。不过这价格嘛，咱们还得再商量商量。”南方药商得意地瞥了赵卫东一眼，说：“价格好说，反正比那些拿野草忽悠人的强1万倍。”赵卫东冷笑一声，大步走到红木桌前，直勾勾盯着南方药商。赵卫东说：“15年的零下参，也就是人工撒种半野生的玩意儿，也敢拿出来显摆？就这种货色，白给我都嫌占地方。”这话一出，大堂里一下子安静了。南方药商气得脸都红了，猛地拍桌子站起来说：“你个土包子懂什么？你见过人参吗？就在这胡说八道！保安呢？赶紧把这捣乱的赶出去！”孙掌柜赶紧站起来打圆场，看着赵卫东客气地说：“小伙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陈老板这餐确实是难得的好东西，你说你有老山参，到
到底带没带在身上？赵卫东痛快地回答带了。孙掌柜说行，那你拿出来我长长眼，要是真东西，我们同仁堂绝对给你个公道价，要是拿假货糊弄人，那可别怪我不客气。孙掌柜板起脸，赵卫东没废话，把破帆布包放在红木桌上，拉开拉链，掏出一个用树皮包的严严实实的物件。南方药商在一旁撇嘴说还用树皮包着，我看里面装的是地瓜吧。赵卫东没理他，解开绑在外面的红绳，树皮拨开，露出一块红布。孙掌柜起初没太在意，端起茶杯刚准备喝，可当赵卫东把红布彻底掀开，孙掌柜眼睛死死盯住桌上的东西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吧嗒一声，孙掌柜手里的茶杯盖掉在桌上，茶水溅了一桌子，他根本没管。他倒吸一口凉气，声音都变了调，这。孙掌柜一把推开椅子扑到桌前，双手直哆嗦，他不敢用手碰，生怕碰断身躯，只敢把脸凑近，眼珠子瞪得老大。老天爷啊！孙掌柜激动得满脸通红，扯着嗓子喊：快把我的专用工具拿来，快点！嗑瓜子的伙计吓傻了，连滚带爬跑进柜台，拿出一套红木盒装的工具递过来。孙掌柜拿起一根小骨签，顺着人参的纹理一点点指，看看这炉头，三节炉、圆炉、燕脖炉、马牙炉全齐了，这是多少年才能长出来的？他手里的骨签顺着餐体往下走，激动的直破音。看看这皮色，老皮紧绷，铁线纹又深又密，一圈圈的全是年头，还有这身须又长又结实，上面挂满珍珠疙瘩，这绝对是纯正的野生老山参。孙掌柜猛地抬头，死死抓住赵卫东胳膊，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。小伙子，你这宝贝从哪弄来的？这长相，这个头，起码有50年份，不，说不定60年。这是真正的极品老山参，是能吊命的绝世好药啊！这话一出，整个大堂一下子炸开锅，排队的顾客全都不看病了，呼啦一下全围过来，伸长脖子往桌上看。我的乖乖，50年份的老山参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听说前几年京城卖出一颗30年的，就换了好几千，这小伙子发财了。那个牛气哄哄的南方药商，这会儿张着大嘴，下巴都快掉地上了。他凑上前，死死盯着红布上的老山参，他是行内人，一眼就能看出这东西的价值。粗壮的餐体，清晰的铁线纹，完好无损的身躯，长得太绝了。再回头看自己盒子里那颗15年的林下参，干瘪瘪的，活像一根风干的白萝卜，扔地上狗都不看一眼。南方药商额头上的冷汗刷的冒出来，他心里飞快盘算，这种极品老山参在北方可能卖几千上万块，但要是带回南方卖给有钱的大老板，价格绝对翻好几倍。这哪是人参，这就是金山。孙掌柜回过神，死死护着桌上的人参，生怕别人抢走。他拉着赵卫东的手，急得不行，小兄弟，刚才多有得罪，你这颗参我们同仁堂要了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你肯卖，我们绝对不还嘴。赵卫东看着孙掌柜，心里一点不慌，他知道灵泉水催熟的东西年份足药效强，拿出来绝对能镇场子。他开口说，孙掌柜，您是行家，这东西值多少钱您心里有数，您给个实在价，合适我就留在这，不合适我换一家转转。孙掌柜一听赵卫东要走，急得直拍大腿，别，小兄弟你别走，咱们省城除了我们同仁堂，没人吃得下你这宝贝。孙掌柜咬咬牙，伸出几根手指，刚准备报个高价，旁边的南方药商红了眼，当场急了，甩出厚厚一沓外汇券要截胡。南方药商喘着粗气，口水直喷，说8000块全是现钱，外加500块外汇券，这价格在整个北方绝对找不出第二家，让把这餐给他。孙掌柜气得脸上的肉直哆嗦，一巴掌拍在实木柜台上，震得茶杯盖直响。孙掌柜指着南方药商的鼻子骂，问懂不懂规矩？这是在他同仁堂的店里，敢当着他的面抢货。南方药商根本不搭理他，死死盯着赵卫东把钱往前一推。南方药商满脸急切，说做买卖就是为了赚钱，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，让赵卫东点，恨不得直接上手抢餐。赵卫东连看都没看那些外汇券，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种南方倒爷今天在这，明天就不知道窜哪去了。他手里有灵泉空间，以后极品药材多的是，要的是稳定渠道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同仁堂牌子响亮，这才是真大腿。赵卫东伸手把那堆钱推回去。赵卫东声音不大，但挺硬气，说他不卖给南方药商，做生意讲究先来后到，既然先拿给孙掌柜看，就没半路截胡的道理。南方药商愣住，脸涨成猪肝色，指着赵卫东半天说不出话，最后咬牙把钱塞进包里，扭头就走。孙掌柜长松一口气，看赵卫东的眼神全变了。孙掌柜一把攥住赵卫东的手，激动直晃，说好兄弟，今天给他留了天大的面子，他孙某人绝对不让他吃亏。孙掌柜转身进屋，没一会儿抱着个铁皮保险箱出来，他拿钥匙开锁掀盖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摞崭新的大团结，散发着浓浓的油墨味。孙掌柜把钱一捆捆摆在桌上，说1万块，整整1万块，让兄弟点，以后有这种好货直接走后门找他，价格绝对全省最高。赵卫东看着桌上那座小钱山，心跳得跟打鼓似的，这可是1980年的1万块，城里工人一个月累死累活才赚30-40，这1万块绝对能把人砸晕。赵卫东强压激动，把钱一捆捆捏了捏，确认数量，说孙掌柜痛快，以后有货肯定还来找他，然后把钱收拢。出了同仁堂大门，赵卫东感觉街上好几道目光扫过来，他懂财不外露，身上带着1万块现金，在这年头就是个移动金库。他脚步不停，钻进供销社，花几块钱买了件最厚的粗布棉坎肩，外加一包粗缝衣针和一团黑大线。出来后，他找了家偏僻的招待所开个单间，一进门，他反锁门，拉上窗帘，把1万块钱全倒在床上，10捆大团结厚厚一堆。他脱下外套，穿上新坎肩，拿剪刀把坎肩里子剪开一个个大口子，把钱一捆捆塞进去，前胸4捆，后背4捆，腰两侧各1捆。塞完后，他拿针线飞快把口子缝死，针尖好几次扎破手指，他眉头都不皱，吸掉血珠子继续缝。10捆钱全缝进衣服，他穿上外套试了试，整个人胖了一大圈，走路硬邦邦的，跟穿了防弹衣似的，前贴着皮肉沉甸甸的，勒得肋骨生疼，但他心里踏实。退了房，他直奔汽车站，回县城的班车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，全是汗臭和汗烟味。他找了个靠
靠窗位置站着，双手死死护着胸口。车子在土路上颠簸，晃得人东倒西歪。一个干瘦男人挤过来，假装站不稳往他身上靠。那人的手跟泥鳅似的顺着外套下摆往里钻，刚摸到坎肩就愣住了，硬邦邦的全是方块状硬物。没等那人反应，赵卫东一把攥住他手腕，用力往外一拧。干瘦男人疼得直叫哎呦。赵卫东死盯他，眼神跟刀子似的冷，压低声音骂滚远点，再伸手老子剁了你。干瘦男人下白了脸，连连点头，用力抽出手挤到车厢另一头，一路没出啥岔子。赵卫东终于回到青龙岭，走到村口天快黑了。昨晚刚下过大雨，通往后山的土路全成了烂泥塘。赵卫东深一脚浅一脚往山上走，泥水没过脚脖子，鞋重的跟灌了铅似的，脚下一滑他往前栽，赶紧双手撑地才没摔倒，但身上全溅满黄泥。赵卫东起身看着破山路吐了口唾沫，这破路连板车都拉不上去，以后在山上大量种药材菌子，靠人挑肩扛根本不现实，必须修路，还得弄个大铁疙瘩拉货。回到山上窝棚，他连脸都没洗，转身下山直奔王铁柱家。王铁柱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，力气大干活好，平时没少受村长儿子欺负，日子紧巴巴。赵卫东一口气跑了好几家，把王铁柱、李大牛等5、6个关系好、干活实在的汉子全叫到自己窝棚。几个人站在窝棚里看着满身泥的赵卫东，一脸纳闷。王铁柱搓着老茧手问卫东：大晚上叫我们来干啥？明天生产队还得下地呢。李大牛也跟着点头说是啊，你大伯刚把你赶出来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有啥难处兄弟们凑点棒子面给你拿来。赵卫东没说话，他转身把破木门关严，插上门栓，走到缺腿破木桌前，当着几人的面，他一把脱下满是泥点子的外套，露出里面鼓鼓囊囊的粗布棉坎肩。他拿起生锈剪刀对着坎肩缝线用力一挑，哧啦一声棉线断了。王铁柱和李大牛大眼瞪小眼，不知道他要干啥。赵卫东伸手进衣服掏出个报纸包的方块，撕开报纸，露出一捆崭新纸币，大团结，整整100张。王铁柱眼睛直接瞪圆，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。赵卫东没停手，剪刀继续挑线，第2捆、第3捆、第4捆，一捆接一捆大团结掏出来，落在破木桌上。几个壮汉连呼吸都忘了，死死盯着桌上那座小钱山。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全村人1年的工分加起来也没这么多。李大牛双腿一软，差点跪地，声音直抖，问卫东，你这是抢银行了？赵卫东掏出最后一捆扔桌上，10捆大团结，整整1万块，散发着油墨味，压得破桌嘎吱响。他扯过破毛巾擦了把手上的泥，看着这几个惊呆的汉子，赵卫东声音洪亮，说抢个屁银行，这是老子堂堂正正赚回来的，透着硬气。他指着桌上的钱扫过每一个人，说从明天起，你们几个别去生产队赚那几个破工分了，全跟着我干，1天2块钱工钱，中午管1顿肉。王铁柱咽了口唾沫，脑子嗡嗡响，问卫东，你要干啥大买卖？赵卫东一巴掌拍在桌上，说买拖拉机，修路上山。第2天一大早，天刚亮，赵卫东带着王铁柱几个人，兜里揣着厚厚一沓大团结，直奔县农机站。到了地方，他废话没有，直接把钱往站长办公桌上一拍。半个小时后，一台崭新的东方红大拖拉机就开出了大门。下午2点多，日头正毒，突突突突，一阵震耳朵的轰鸣声从村口传来，排气管喷出一股股黑烟。村里人正蹲在树底下乘凉，听见动静全跑出来看。等看清开过来的是啥玩意儿，一个个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。老天爷，那是拖拉机！开车的是谁？看着咋那么眼熟？那是赵卫东，青龙岭那个赵卫东。拖拉机在村口老槐树底下停住，赵卫东从驾驶座上跳下来，拍了拍车头上红艳艳的漆皮。王铁柱几个人也跟着跳下来，个个把腰杆挺得笔直，别提多神气了。全村老少全围上来，挤得连条缝都没有，谁也不敢伸手摸，就那么瞪大眼睛干看着，直咽唾沫。这年头，别说私人买拖拉机，整个公社也就只有2台旧的，当宝贝一样供着。赵卫东竟然自己弄回来1台新的。人群被用力挤开，一个干瘦的老头搓着手钻进来，正是赵卫东的亲大伯赵大强。赵大强满脸堆笑，脸上的褶子全挤到一块，他快步凑到赵卫东跟前，伸手就要去拉赵卫东的胳膊。赵大强嗓门扯得老高，生怕别人听不见，说哎呦喂，我的好大侄子啊，大伯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，这拖拉机真气派，花了不少钱吧？赵卫东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他的手，冷着脸没吭声。赵大强也不觉得尴尬，眼珠子在拖拉机上转了一圈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摆出长辈的架势说，卫东啊，你现在买卖做大了，手底下没个自家人帮衬哪行？外人终究是外人，靠不住。说着他指了指身后的王铁柱几个人，翻了个白眼。王铁柱气得攥紧拳头，刚要骂娘，被赵卫东抬手拦住。赵大强见赵卫东没说话，以为他听进去了，赶紧顺杆爬，说大伯昨晚一宿没睡，替你想了个好主意，你堂弟今年刚初中毕业，脑子灵光，我寻思着把他过继给你当儿子，或者让他来给你管账，这拖拉机也交给他开，自家人管着钱财和家当，你这当老板的才能放心不是？周围的村民听见这话，全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老东西脸皮也太厚了，这是明抢啊！赵卫东听笑了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上下打量着赵大强，声音拔高了8度。赵卫东问赵大强今天出门是不是没照镜子也没洗脸？赵大强一愣，问大侄子这话啥意思？赵卫东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，意思是他脸皮比城墙还厚。赵卫东说半年前赵大强逼着他分家的时候，咋不说他是好大侄子？赵大强霸占了赵卫东爹娘留下的3间大瓦房，抢走10亩水浇地，把赵卫东赶去青龙岭那个连草都不长的荒山头，让他自生自灭。赵大强脸色发白，结结巴巴的狡辩。赵大强说那不是当时家里粮食不够吃吗？赵卫东往前逼近一步说放屁，当初赵大强指着他的鼻子说，只要他踏出那个院门，死活都跟赵家没关系，以后要饭也别去赵大强家门口要。赵卫东说现在看他赚到钱了，买拖拉机了，赵大强跑来装长辈了，还想把那个懒货儿子塞过来管他的账，当他是傻子吗？赵卫东转过身，一把抓起拖拉机上的铁摇把，在手里掂了掂。赵卫东让赵大强竖起耳朵听好了，他赵卫东的钱就算扔水里听响，也不会给赵大强1分，现在立刻马上给他滚，再敢靠近拖拉机半步，老子一摇把子敲碎他的膝盖盖。
赵大强吓得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，看着赵卫东手里明晃晃的铁摇把，他连滚带爬的站起来，挤出人群跑了。围观的村民哄堂大笑，对着赵大强的背影指指点点。赵卫东把摇把子扔回车上，冲着王铁柱一挥手说：“上车干活。”拖拉机再次轰鸣起来，冒着黑烟往青龙岭开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青龙岭热闹得像过年，有了拖拉机帮忙，修路速度快得惊人。王铁柱带着几个汉子，每天吃着大白面馒头和红烧肉，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。不到5天功夫，一条能让拖拉机直接开到半山腰的土路就硬生生推了出来。这天晚上天黑得像锅底，赵卫东坐在窝棚外的木桌旁，借着煤油灯的光盘算下一步：路修通了，接下来就该大规模扩建大棚，把林泉空间里的改良菌种大批量种下去。正想着，院子外头传来脚步声，紧接着是2声干咳。刘长顺问卫东啊，歇着没？这声音透着老态，还带着点小心。赵卫东眉头一挑，这声音他熟，是村长刘长顺。刘长顺的儿子刘大彪，前阵子因为眼红赵卫东盖房，带人来搞破坏，被赵卫东设下陷阱，当场抓住，直接送进派出所蹲了几年。因为这事，刘长顺在村里丢尽了老脸，平时看见赵卫东都绕道走，今天大半夜跑来，绝对没憋什么好屁。赵卫东说没睡门没锁进吧，稳稳坐在凳子上，连屁股都没抬，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刘长顺弯着背走进来，手里拎着2瓶西凤酒，胳膊底下还夹着一条大前门香烟，这在农村绝对是顶格的重礼。老村长走到桌前，把烟酒轻轻放下，表情十分尴尬，他搓了搓手，硬挤出一个笑脸。刘长顺问卫东这么晚来打扰，没耽误他休息吧？赵卫东扫了一眼桌上的烟酒，没接茬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凉白开，说村长大半夜的，有事直说，烟酒拿回去，他抽不惯也喝不惯。刘长顺老脸一红，站在原地走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他在村里当了20多年村长，向来没人敢顶嘴，谁见了他不客客气气。可现在面对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他硬是觉得喘不过气。赵卫东身上那股气势比公社书记还吓人。刘长顺咬了咬牙，拉过一张破板凳坐下，叹了口气。刘长顺说：“卫东叔今天来，一是给他赔个不是。”刘长顺低着头，声音发干：“大彪那个混账东西，从小被他惯坏了，干出那种缺德事。赵卫东报警抓他，那是他活该。他在里面改造，对他有好处，叔不怨他。”赵卫东冷眼看着他，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不怨那是没本事报复。要是赵卫东现在还是个穷光蛋，刘长顺早带人把他的窝棚掀了。现在看他发了财，买了拖拉机，连县里的采购员都对他客客气气，刘长顺这是害怕了，来服软了。赵卫东说：“村长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法律怎么判，那是派出所的事。”赵卫东放下茶缸，说：“刘长顺今天带这么重的东西来，肯定不是光为了说这个吧？”刘长顺抬起头，满脸皱纹挤在一起，他看了看周围堆满木材和砖块的空地，又看了看半山腰那条新修出来的路，眼里全是羡慕。刘长顺说：“卫东叔跟他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”刘长顺拍了拍大腿：“咱们青龙村太穷了，地里刨不出几个子儿，一年到头家家户户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遇到灾年还得去外面要饭。”刘长顺越说越激动，眼眶都红了。这几天村里人天天趴在山脚下看赵卫东这边的动静，大家都知道他种出了值钱的菌子，赚了大钱。铁柱他们几个跟着他干，一天2块钱，中午还管肉，村里人眼睛都红了。赵卫东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。刘长顺站起身，双手撑在桌子上，身子前倾，眼神里带着哀求，说：“卫东他也是青龙村长大的，现在他出息了，有本事了。”刘长顺说：“今天拉下这张老脸求他帮忙。”刘长顺深吸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希望能带村里的贫困户一起种菌子。”赵卫东看着刘长顺那张老脸没接茬，端起茶缸喝了口水才开口说：“叔想让他拉大家一把，行。”刘长顺眼睛一亮，猛地站直身子，刚要咧嘴道谢，就被赵卫东抬手打断。赵卫东说：“先别急着谢，他带人赚钱不是搞施舍，想跟着他干的按他的规矩来，规矩严，谁要是犯了，他可不讲情面。”赵卫东盯着刘长顺，声音发冷。刘长顺把胸脯拍得砰砰响，说：“谁敢坏他的事，他第一个不答应。”他说：“咋办就咋办。”赵卫东说：“行，那明晚打鼓场开全村大会。”赵卫东把茶缸往桌上重重一放。第二天吃过晚饭，全村老少全挤在打鼓场上，大家凑在一起嘀咕，死死盯着台子上的赵卫东。赵卫东搬了个长条凳，直接站上去，举起铁皮喇叭大喊：“都闭嘴！”听他说，场子里立马安静了。村长求他带大家种菌子，他答应了。今天咱们就成立个青龙岭种植合作社。赵卫东声音洪亮，但规矩只有3条，听好了。他伸出3根手指晃了晃。第一，菌种必须用他发的，怎么种，怎么浇水，全听他指挥。第二，种出来的东西不管好坏，必须全卖给他，价格他定，谁敢私自往外卖1两，立刻踢出去。第三，签了字画了押，谁敢把菌种偷给外村人或者搞破坏，不仅要赔500块违约金，他还得把那人送去派出所跟刘大彪作伴。这话一出，底下直接炸锅了。有人问啥？全卖给他，价格还得他定。有人说这不就是把咱当长工使唤吗？他坐着收钱啊。有人说500块钱卖房子也凑不够啊，这规矩太霸道了。人群里，赵卫东的大伯赵铁柱跳得最高，他挤到最前面，指着台子骂，说：“赵卫东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这是发财了回来扒乡亲们的皮啊！大家辛辛苦苦种出来，你低价一收，大头全让你赚了，你心太黑了。”赵铁柱一挑头，几个爱占便宜的汉子也跟着起哄，说：“就是这霸王条款，傻子才签，咱们自己上山挖也种自己种，不受他这鸟气。”赵卫东冷笑一声，扔下喇叭，从麻袋里抓出2把干蘑菇，他把左手干巴巴又发黄的蘑菇扔到地上，说：“大伯，你说我心黑，这是大家平时在山上采的野蘑菇，县里供销社收1毛钱1斤，供销社收野蘑菇时还经常挑3拣4不要，对吧？”接着他举起右手又大又厚的极品猴头菇，狠狠砸在桌子上，这是他用特殊方法培育的种，县里国营饭店的李保国收1块钱1斤，还抢着要，给钱痛快，从不拖欠。全场人眼睛都直了。
了，死死盯着桌子上白花花的极品猴头菇。你们自己上山挖也种，1年能卖10块钱算我输。赵卫东指着台下说：“用他的种，就算他按5毛钱一斤收，你们1亩地也能赚上100块。他出技术，出销路，担风险，他拿大头，合情合理。”赵卫东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喇叭直响。他今天把话撂这买卖他一个人也能干，带上你们是看在村长的面子上，觉得亏的，现在就滚回家睡觉。想赚钱的上来按手印。全场一点声音都没了，只剩下大口喘气的声音。赵铁柱张着嘴，脸憋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他心里算得清清楚楚，5毛钱一斤，那也是天上掉肉饼的好事。刘长顺咬咬牙，第一个走上前，说：“我签。”卫东说的对，没人家这手艺，咱们连根毛都捞不着，谁不签谁是傻子。他拿起印泥，重重按在合同上。有了村长带头，底下村民眼睛全红了，生怕晚一步赵卫东反悔。有人喊我签，我也签；有人说别挤我，我先来的。一大帮人抢着涌上来按手印。赵铁柱站在外围，不知道咋办好。最后实在眼馋那5毛钱一斤的收购价，低着头挤进人群，也跟着按了手印。合同签完，合作社正式成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赵卫东就在半山腰发菌种，这些菌种全是他昨晚在窝棚里用灵泉水泡过的。灵泉水能彻底改变植物底子，泡过的菌种长得快，存活率极高，根本不怕生病。赵卫东说：“都听好了，领了菌种的，去半山腰大水塔接水浇地，那是配好的营养水，谁敢用别的水浇死了，自己负责。”赵卫东站在水塔边指挥，那水塔里早被他倒进了1整桶稀释过的灵泉水。村民们拿着木桶排长队接水，捧着护着挑回自家荒坡上，慢慢浇进土里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青龙村的人像疯了一样，天不亮就上山伺候菌子，比伺候亲儿子还上心，连村里的狗路过菌子地都得背踢2脚，生怕踩坏了宝贝。靠着灵泉水，不到20天，荒坡上就冒出一片白花花的猴头菇，个头比拳头大，肉厚实的像小馒头，长势极好。第一批收成那天，打谷场上堆满了猴头菇，白花花的一片。赵卫东坐在桌子后，旁边放着个塞得满满的皮包，过秤、记账、发钱，动作麻利。赵卫东喊道：“李二牛，80斤，40块；王大婶，110斤，55块。”崭新的大团结塞进村民手里，几个老头激动地坐在地上直抹眼泪。老头说：“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见这么多回头钱，卫东真是咱们村的活财神。”赵铁柱拿着分到的60块钱，手都在抖。他偷偷看了一眼桌子后的赵卫东，心里那点不服气全没了，只剩下后悔。后悔当初把这棵摇钱树赶出家门。赵卫东把收上来的极品猴头菇一车车往外运，有了全村劳动力，供货量翻了10几倍。县里的李保国吃不下这么多货，赵卫东直接雇卡车拉货杀进省城。省城几个大饭店和药材行老板一看这品质，当场拍板包圆，价格给的比县里还高出3成，利润大把大把的流进赵卫东口袋。他手里有了活钱，直接买了2台新拖拉机，把上山的路彻底拓宽夯实，又在村里盖起2台红砖大瓦房，专门做菌种培育室和仓库，还雇了几个手脚麻利的村妇专门分拣包装。村民们跟着赵卫东，每家每户吃上了白面馒头，顿顿见油星。过年全扯了新布做衣裳，连村里光棍娶媳妇的彩礼钱都攒够了。出去走亲戚，只要说是青龙村的，别人看他们的眼神都透着热乎劲，恨不得把自家闺女硬塞过来。不到半年，整个青龙岭变成了全省出名的特产基地，青龙岭的名气传到了省外，村里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。这块肥肉也招来了饿狼。这天中午大太阳正毒，2辆黑亮的皇冠小轿车一路按着喇叭，横冲直撞开进青龙村。土路扬起一阵黄烟，车子直接停在村口大槐树底下。车门推开，下来个梳大背头、戴金丝眼镜的男人，嘎吱窝夹着个黑皮包，后头跟着个矮胖子，留着人丹胡，穿一身笔挺西装，一看就是个外国人。大背头拿出铁皮大喇叭，站到车机盖上，扯着嗓子喊，说：“乡亲们都停停手里的活，他们是外资企业，日本松本商社的，今天来是给大伙送钱的。”村民们刚吃完午饭，端着饭碗全围过来，对着小轿车指指点点。大背头拉开黑皮包拉链，手腕一翻，往引擎盖上一倒，哗啦一下，10几捆崭新的大团结砸在铁皮上，红艳艳的晃人眼。大背头指着钱唾沫星子横飞，说：“看见没，真金白银。”大背头又说，他们手里种的猴头菇，挖的药材，只要卖给松本老板，价格比那个赵卫东高出整整3成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炸了锅。赵铁柱踮着脚，眼珠子都快瞪掉地上了，直勾勾盯着那堆钱咽口水，问高3成，那100块钱的货就能多卖30块。旁边老汉连连摇头，说：“别听他瞎白话，咱可是跟卫东签了合同的。”赵铁柱一脸不服，说：“合同算个屁，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呗。赵卫东吃肉，还不许咱们多喝2口汤。”正吵吵着，村道上传来一阵拖拉机声。赵卫东开着崭新的拖拉机，带着一身柴油味儿，一个甩尾直接横在2辆皇冠车前面，死死堵住出村的路。他从驾驶座上一跃而下，手里拎着把粘泥的铁锹。赵卫东把铁锹往地上一杵，冷眼看着大背头，说：“当是哪来的野狗在村口乱吠，原来是跑来抢食的。”大背头脸色变了，指着赵卫东骂，说：“他说话放干净点，他们松本先生可是外商，带外汇来投资的。”矮胖子松本摆摆手拦住大背头，他走上前挤出个笑脸，操着生硬的中文说：“赵卫东先生吧，他的山货大大滴好，他们商社想买断他的青龙岭，让他开个价。”赵卫东冷笑，问：“买断？行啊，拿1000万来，少1分免谈。”松本脸上的笑没了，咬着牙骂了一句八嘎。大背头急得跳脚，指着赵卫东鼻子骂，说：“赵卫东别给脸不要脸，松本老板能看上这穷山沟是他们的福气，惹恼了外商他担待得起吗？”赵卫东二话不说，抡起铁锹，砰的一声砸在皇冠车灯上，玻璃碎了一地。大背头吓得直往后缩。赵卫东用铁锹指着大路，说：“少拿外商压他。”赵卫东又说：“青龙岭是他一锹一锹干出来的，想从他碗里抢肉门都没有，带着他们的臭钱滚出青
青龙村。周围村民一看赵卫东发火，跟着抄起锄头扁担围上来，大伙儿全指望赵卫东吃饭，谁动他就是砸全村饭碗。松本一看阵势不对，死死盯了赵卫东一眼，转身钻进车里。大背头赶紧把钱华拉进包，连滚带爬上了车。2辆车倒着开出村子，扬起一路灰。看着车开走，赵卫东转头看着村民拔高声音说：“大伙听清楚了。”赵卫东又说：“他们签了合作社的字，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”赵卫东说：“谁要是眼皮子浅，背着他把货卖给外人，立马滚出合作社，以后1分钱别想分。”村民们连连点头。赵铁柱缩在人群后头没吭声，明着抢不走。松本商社开始玩阴的。当天晚上，村外小树林黑灯瞎火，赵铁柱鬼鬼祟祟钻进树林，大背头早在那等着了，脚边放着几个白色编织袋，印着弯弯扭扭的日文。赵铁柱搓着手问王翻译白天说的话还算数不？大背头冷笑，拍了拍编织袋说：“当然算数，这是高科技化肥。”大背头说：“拿回去偷偷撒地里，不出3天猴头菇能长得比碗口还大。”大背头说：“到时候直接卖给他们，钱全进赵铁柱自己腰包。”大背头说：“不用给赵卫东分1毛。”赵铁柱眼睛亮了，扛起2袋化肥，趁黑摸回自家在后山画的实验田。3天后半夜，赵卫东照例去后山巡视，他的灵泉空间跟这片山林连着，对植物气息特别敏感。刚到半山腰，一阵风刮来，带着股刺鼻的酸臭味，熏得人直反胃。赵卫东脑子一疼，胸口藏灵泉的玉坠猛地发烫，空间里的灵泉水像烧开了一样，透着股强烈的排斥感，有毒。赵卫东猫着腰顺着味儿摸过去，借着月光，他看见赵铁柱正撅着屁股在地里撒东西，脚边放的正是印着日文的白色编织袋。赵铁柱边撒边嘀咕：“小鬼子的东西就是好。”赵铁柱嘀咕：“白给的化肥还不收钱，等这批大蘑菇长出来。”赵铁柱嘀咕：“老子直接卖给松本老板盖大瓦房。”赵卫东躲在树后死死盯着那些白粉，粉末刚落土里，旁边沾上粉的野草叶子肉眼可见的打卷发黑，地里的蚯蚓像被火烫了，拼命往外钻，没扭几下就硬挺挺死了。原本透着泥土香的黑土，表面浮起一层惨白的沫子。赵卫东拳头捏得咯咯响，这他娘的哪是化肥，简直是绝户药。他没出声，打草惊蛇，冷眼看着。等赵铁柱撒完要做贼一样下山后，他才从树后走出来。他蹲下捏起一点白粉，刚沾皮肤就一阵火烧般的刺痛，他赶紧用灵泉水冲洗手指，刺痛才消失。赵卫东把剩下的粉末装进小玻璃瓶，揣进兜里。天还没亮，赵卫东揣着装白粉的玻璃瓶，骑着2手摩托冲出青龙岭。镇上设备就查不出名堂，他一路狂飙直奔省城，找到国营饭店的李保国。李保国一听有人往蘑菇地里下黑手，气得直拍大腿，拉着赵卫东就奔省农科所找老熟人加计化验。3个钟头后，老专家拿着化验单走出来，脸黑得像锅底。老专家问小伙子：“这东西哪来的？”说：“这根本不是化肥。”老专家说：“这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工业废料。”老专家把单子拍在桌上，老专家手指敲得梆梆响，说：“这玩意撒地里，草都得死绝，地要是被污染。”老专家说：“10年都翻不过身，这是断子绝孙的绝户药啊！”赵卫东攥紧拳头没吭声。昨晚要不是他有灵泉空间，沾上粉末时赶紧用灵泉水洗了手，现在这2根手指头早烂了。松本那帮人压根不是来做买卖的，是想毁了青龙岭断他的根。拿到盖着红公章的化验单，赵卫东谢过李保国，转身直奔省城的工商局和公安局。中午，青龙岭大队部门口挤满了人。赵铁柱带着3个平时爱偷懒的村民，推着几车白花花的猴头菇，笑得嘴都合不拢，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马脸村民搓着手说：“柱子哥，还是你路子野，咱们用了松本老板给的特效肥，这蘑菇长得比赵卫东地里的还大。”马脸村民眼睛直放光。赵铁柱往地上啐了一口，撇着嘴说：“赵卫东算个屁，他让咱们签合作协议，就是想榨干咱们。今天咱们把这批次品交给他凑数拿钱，晚上把地里剩下的好货偷偷拉给松本老板，人家说了给双倍价钱。”几个人正做着美梦，大队部院门砰的一声被踹开，赵卫东大步迈进来，冷着脸扫过那几车猴头菇。赵卫东指着大门说：“把你们的烂摊子拉走，合作社不收。”声音不大，赵卫东的声音不大，却震得在场众人都愣住了。赵铁柱愣了一下，梗起脖子大喊：“赵卫东，你发什么疯？凭啥不收？这蘑菇长得多好，大家都看着呢，你是不是看我们种的好，眼红想赖账？”周围交货的村民也跟着围过来看热闹。赵卫东冷笑一声，走上前，从车上抓起一个猴头菇。这蘑菇看着大，根部却发黑，还飘着股刺鼻的怪味。他2手一扯，直接把蘑菇撕成2半，里头全是灰黑色的烂瓤。赵卫东把烂蘑菇砸在赵铁柱脚边，说：“你管这叫好？你自己往地里撒了什么绝户药，自己心里没数。”赵铁柱心里一慌，眼神乱飘，硬撑着喊：“你血口喷人！我那是外商给的高级化肥。”赵卫东掏出盖着红公章的化验单，一把拍在木桌上说：“高级化肥，省农科院的化验单，你用的是重金属超标的工业废料，这蘑菇里全是毒，人吃了轻则上吐下泻，重则要命。”这话一出，全场炸了锅，村民吓得直往后躲，看瘟神一样盯着那几车毒蘑菇。赵卫东揪住赵铁柱的衣领说：“你为了几个黑心钱，连村里的地都敢毁，你知不知道那要撒下去，地就废了？”赵卫东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还有跟着你下毒的这3个人，全踢出合作社，你们包的地全部收回，青龙岭的买卖，你们1分钱也别想沾。”赵铁柱这下真慌了，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他本想2头捞钱，没成想赵卫东动作这么快，连化验单都弄来了。赵铁柱扯着赵卫东的袖子干嚎说：“卫东，你听我说，我不知道那是毒药啊，都是松本那个王八蛋骗我的。”赵卫东一把甩开他说：“晚了，带着你的毒蘑菇滚！”转头冲大伙喊：“今天我把话撂这，谁敢背着合作社跟那帮外商勾搭，谁敢毁咱们青龙岭的地，赵铁柱就是下场。”村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没人敢求情，大伙都看明白了，赵卫东这是动真格的，谁断大家的财路，他就断谁的活路。收拾完内鬼，赵卫东连口水都没喝，跨上摩托车，带着几辆吉普车直奔县城。县城郊外，
挂着松本农副产品收购站牌子的大院里，松本穿着西装抽着雪茄，正指挥工人把一袋袋白色编织袋往卡车上搬。松本催促动作快点，说把这些化肥全发到下面村子去，只要把青龙岭的水土搞坏，赵卫东的合作社就得垮，到时候这片山头就是咱们商社的天下。松本冲着翻译咧嘴直笑。话音刚落，门外响起刺耳的刹车声，2辆公安吉普和1辆工商局的面包车直接冲进院子，把大门堵得死死的。赵卫东头一个跳下车，身后跟着10几个穿制服的干警和工商局的人。松本吓了一大跳，雪茄差点掉地上，他硬着头皮走上前，用生硬的中文喊，问他们干什么，说自己是外商，这是合法的收购站。赵卫东大步走过去，死死盯着他，反问拿工业毒料当化肥免费发给农民，毁坏咱们的水土，低价收有毒的山货，问他管这叫合法吗？松本还在嘴硬，说赵卫东胡说，没有证据。赵卫东直接把化验单甩在松本脸上，说有省农科院的化验报告，加上村民指认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松本仓库里装的这些玩意全是毒药。带队的公安队长一挥手，几个干警立马冲上去按住搬货工人，掏刀划开那些白色编织袋，刺鼻的化学味立马冒了出来。工商局的人赶紧上前拍照取证。松本一看这阵势，脸都白了，指着赵卫东大喊，说自己是外宾，他们不能动自己，要找大使馆。公安队长一声令下，说在中国犯法，天王老子也得抓，带走。俩干警直接掏出手铐，把松本双手反剪，咔嚓铐上。松本拼命挣扎也没用，像条死狗一样被拖上警车。院里的工人全被扣下，账本文件全被收走。工商局直接贴封条，当场查封了货仓。警车拉着警笛开出镇子，松本彻底栽了。消息传回村里，消息像炸雷般在村里炸开了锅。日资收购站的大铁门就被工商局贴上白底黑字的封条，收购站里连个看门的人都没留下。那些为了高价背叛赵卫东的村民一听这消息，全傻眼了。他们疯了一样跑到自家地里，扒开土一看，心直接凉到脚底板。用了松本免费发的白色化肥，地里的山货全变了样。猴头菇长得像干瘪的核桃，表面盖着一层灰白色的霉菌，根部发黑，只往外流黄水。种的药材更惨，叶子全黄了，挖出来的根须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水味。这哪是能卖钱的山货，简直是要命的毒药。几个带头退社的村民瘫坐在地头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这大半年的辛苦全白费不说，地也被毒化肥毁得寸草不生，原本肥沃的泥土全结成了硬邦邦的白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青龙岭合作社大院门还没开，外头就围了一大群人，领头的正是赵大伯，后头跟着10几个当时闹退社，偷偷把货卖给松本的村民。赵卫东刚洗完脸推开大门，就见这帮人缩着脖子站在冷风里。赵大伯一看他出来，眼圈一红，扑通一声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，一把抱住他的大腿，眼泪鼻涕直往下掉。赵大伯哭着说，卫东啊，大伯瞎了眼啊，被那个小鬼子骗得好惨。赵大伯说，你可得救救大伯啊。后头那10几个村民也跟着抹眼泪，七嘴八舌哭喊起来。村民说，是啊，卫东，那化肥有毒，地里的货全毁了，你大人有大量。村民说，让咱们重新回合作社吧。村民说，卫东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。村民说，今年没收入，家里老小得饿死啊。赵卫东冷笑一声，腿猛地发了一抖，直接把赵大伯甩在地上，说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怎么说的？谁偷偷把货卖给外人，立刻踢出合作社，永不录用。你们自己按的红手印，这么快就忘干净了？赵大伯从泥水里爬起来，指着身后几筐发黑发臭的猴头菇，厚着脸皮凑上前说，卫东，这些货虽然卖相不好，但弄碎了掺在好货里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的，你按半价。不，他哀求赵卫东按30%价收了这批货行不行？赵大伯说，不然我们一家老小今年连过冬的粮食都买不起啊。赵卫东听完气得脸都青了，大步走过去，一脚踹翻那筐毒货，黑水流了一地，散发着恶臭。他指着赵大伯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，你他娘的想钱想疯了！省农科院的化验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是重金属超标的毒物，你让我掺在好货里卖，你这是想害死吃菜的人，还是想让我进去蹲几年？你想砸了咱们青龙岭的招牌？赵大伯还想往前凑，伸手去拉他衣角，说，卫东，咱们可是亲戚啊。赵卫东说，亲戚个屁，当年你大冬天把我赶出家门，霸占我家房子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亲侄子吗？赵卫东一把拍开他的手，冲院子里大吼一声，保安队出来。几个拿着粗木棍的精壮小伙子马上冲出来，全是一直跟着赵卫东死心塌地干的村民。赵卫东说，把这帮人连带他们的毒货全给我轰下山，以后谁敢放他们进青龙岭一步，立刻开除。赵卫东转过身，看都不再看他们一眼，保安队举起棍子就赶人，吓得赵大伯和那10几个村民连滚带爬往山下跑，边跑边抽自己大嘴巴，摔在烂泥里也不敢停，赶走这帮坏良心的苍蝇。青龙岭迎来真正的秋收大丰收。赵卫东这几个月没日没夜往山上蓄水池里倒空间灵泉水，顺着新铺的灌溉管道，整个青龙岭的土壤都被彻底滋养。大棚里的极品猴头菇长得比海碗还大，毛茸茸的像个大雪球，晶莹剔透，摸上去肉质紧实。林子底下种的老山参，随便挖出一根都有小孩胳膊那么粗，身须茂密的像老头胡子，闻一口都觉得神清气爽。中午时分，李保国带着省城国营饭店和几家中药厂的联合采购车队，轰隆隆开上新修的盘山土路，10几辆大卡车停在合作社门前，把路堵得严严实实。车门一开，李保国跳下车跑进大棚，抓起一个刚摘下来的猴头菇仔细看了半天，眼睛都直了。李保国激动地说，老天爷，卫东，你这手艺绝了，这品质比你第一批种出来的还要好上一大截。省城那几个大领导吃过你的货，现在别的啥也吃不下，天天催我来进货。同仁堂的掌柜也放话了，你的山餐有多少他们要多少。赵卫东笑着递过去一根烟，问李哥货管够，带够钱了吗？李保国说，看不起谁呢？一拍胸脯，冲后头的财务招手，带了2大包现金来的，今天现过秤，现结账，绝不打白条。合作社大院里马上支起10几个大磅秤，没背叛的
的村民们排着长队，挑着满满当当的担子来交货，每个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张三的特级猴头菇200斤，单价8块，一共1600块。李四的野山餐5斤，品质极佳，一共3000块。财务拉开黑色人造革皮包，拿出一沓沓崭新的大团结，沾着口水点清楚，直接拍在村民手里。村民们攥着厚厚的钞票，手都在抖。有的人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拿衣服下摆小心包好，笑得嘴咧到耳朵根。跟着卫东干，咱们算是彻底翻身了，可不是吗？今年盖大瓦房，明年我也买个拖拉机开开，院子里热闹的像过大年。这会儿，青龙岭下头的树林子里，赵大伯和那几个被赶走的村民正躲在树干后头。他们看着山上发钱的场面，看着那一沓沓钞票，听着一句句报账声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极度的发疯。赵大伯一巴掌狠狠扇在自己脸上，嘴角直接流血。早知道跟着赵卫东能赚这么多钱，打死他也不会去贪松本那几毛钱差价。现在用了毒化肥，地毁了，3年种不出东西，1分钱没捞着，还成了全村笑话。以后这日子根本没法过。忙到太阳落山，10几辆大卡车才装得满满当当，盖上后防雨帆布，用麻绳勒死。李保国擦了擦汗，用力握住赵卫东的手说：“卫东，这批货拉回去，省城那几家大饭店和药厂够撑一阵子了。不过他听说南方几个沿海大城市的采购员也盯上你的货了，过几天可能就得直接找上门。来者不拒，只要给现金，咱们青龙岭的货源源不断。”赵卫东笑了笑，李保国上车按响喇叭，车队轰鸣着开下青龙岭，扬起一阵烟尘。赵卫东站在山崖边，看着远去的车队，又转头看了看满山绿油油的林子和大棚。旁边戴着厚底眼镜的技术员拿着账本快步走过来，满脸兴奋，连气都喘不匀了。技术员激动的声音直打颤，说：“赵哥，这季度的利润算出来了，扣除人工和成本，咱们合作社现在账上足足有10万块钱。10万啊！咱们这青龙岭的山货，在国内绝对是顶尖的。”赵卫东没看账本，转头对技术员说：“去申请注册商标，咱们的货。”赵卫东决定让这批山货下一步出口海外。